这趟越南5日国际交流活动，我们主要是带学生来河内跟姐妹学校交流，所以剩余能旅游的时间不多。那主要的景点都在河内的老城区附近。第一个景点叫做环建湖。首先，为什么叫环建湖呢？让我们先来听专家的解说。浙江跟这边河省借一把剑，然后就每次战役都赢，然后他完成之后就来把剑还给河省，所以这叫环建湖。精简扼要，这样有没有专业？湖水呈现绿色，面积不大。湖环绕一圈约2公里，30分钟。湖边就是最热闹的夜市街区了。那环建湖中央还有2座小岛，北边较大的这座有木拱桥，跟岸边相连，称为玉山岛。岛上建有玉山池，池内还有陈列环建龟的标本。由于时间不够，还收门票。请沿着湖岸走走。湖中另外一座小岛叫龟洲岛，建有龟塔，那没有相连只能远远观赏。环建湖本来是红河的支流，后因水道淤塞而形成湖泊。那湖岸四周树木青翠，岸边有古建筑等圣基点缀。可以算是河内的第1名风景名区。那有不少游客在岸边拍照散步。环建湖的东边是政府机关，看起来都是历史建筑。我们经过环建湖东南边甘地公园，伫立的是建国李太祖的铜像。第2个景点，我们来到圣若瑟主教座堂。这座教堂建于西元1886年，是河内最古老的教堂，距今约100多年。那教堂是免费参观，但是入内呢要保持衣着礼仪。入口有外套可以借用，注意不要高声喧哗，也不要使用闪光灯。那教堂的外观是典型的哥德式建筑，仿巴黎圣母院的外观新建。那是法国殖民时期的产物跟巴黎圣母院比呢，还是小了一点。内部是以白色系为基调，采光还算明亮。主教后方的彩绘玻璃非常漂亮。那教堂的大门上方还有一台管风琴。我们进来时，牧师正在宣读祷告文，吟唱圣歌与4福。提醒一下大家，虽然河内治安良好，民风淳朴，但这里其实都是外国观光客。教堂广场是很容易分散注意力的地方。我就在这里损失了一个皮夹的证件跟金钱。请小心提防欧美的游客。第3个景点是火车街。火车街是因为这些商家紧邻火车铁轨，商家于是利用欣赏火车作为卖点，经营饮料、咖啡店，供游客休憩欣赏火车的地方。那疫情后，因为各国游客大量爆发，为了火车及游客的安全，现在呢都要由商家引导入内。避免一时太多游客在火车街道上，万一火车来的时候没地方可以闪躲。不过火车的班次并不多，我们还蛮幸运的一坐下来，火车就来了。这个时间大约是平常日的上午11点45分。大家就跟我一起体验一下火车近距离擦身而过的刺激感吧。
果然是跟路上的汽车一样，按喇叭习惯了都没有差别。锁车虽然开得不快哦，但是由于车体庞大，那近距离从身边经过呢，还是可以感受到满满的压迫感，真是可怕。你在旁边呢。幸运了你们，我来越南10次我都没看过。来就喝汤。那由于是商家带进来的，你也没有办法挑要做哪一家。我们这家的饮料价钱一杯大约在台币60-70块左右。这家有漂亮的背板，很适合来拍个完美照。这很漂亮，真的。第4个景点叫国子监，这里被称为国子监或是文庙。查一下网络上的资料呢，最早在西元1010年呢，越南李朝李太祖开国呢就想要建立孔庙，到了西元1070年正式落成，也就是主殿文庙的由来。那所以文庙主殿侍奉的是孔子。到了1076年增建了外围的国子监，国子监呢这就陌生了。其实国子监有2大功能，一个是古代国家的最高学府，差不多就是国立台湾大学等级的意思。那另一个功能呢是国家教育的主管机构，那就相当于所谓的教育部。不过当时还可以考核官员办科举考试哦，等于是教育部还附加考试院跟监察院。是孔庙的法文。说真的，这里白种人游客还蛮多的，不管是欧洲、美洲、澳洲到这里都不是很近，实在很好奇是什么吸引他们大老远前来。知道的人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后殿这一位查一下，叫做朱文安，是越南陈朝时期的教育学者，在这国子监服务40多年，去世后被侍奉在此。后殿还有阁楼，可惜视野被屋顶挡住了。里面供奉的是3位尊儒的国王。这里据说是越南保存最完整的古迹。如果有到河内来，一定要来走一走。第5个景点叫做火炉监狱，这个大门上的这个法文 Maison centrale， 法文中央建筑的意思。这个是西元1886年开始建造的，是位于河内的一所监狱。最初是被法国用来关押殖民地的政治犯，到了北越时期呢，是用来关押美国的战俘。这个监狱在1990年代呢被拆除哦，现在其实只有留门楼的部分，形成一个博物馆。那火炉这个名字哦，起源于街道的名称。当时这条街啊是两旁是出售柴火炉跟煤火炉的商店，所以因此有这个火炉监狱的俗称啊。那博物馆内呢，故意用幽暗的灯光塑造出可怕的氛围哦。特别是这一具有历史痕迹的断头台，加上旁边受刑人的照片，你想要不起鸡皮疙瘩都很困难。
那门楼外还有展示被犯人破坏的下水道，这让人不禁想起电影《刺激1995》哦。这个男主角呢从下水道逃脱，在雨中重见天日的画面。原来这些电影的情节都是真实上演的。不过这种地方呢有点沉重，你如果八字不够重的人，还真的是待不住。第6个景点是36古街。那36古街是位居古代皇城的两侧，那是早期河内开发的市集区，可能是为了方便管理哦，把同一个行业的商家都集中在同一条街上，那形成这一条街都是开同一个行业的商家。例如整条街都是卖金属厨具的，也有整条街都是在卖丧礼用品的。最后连街道的名称都改得跟行业名称一致。最后介绍一下我们住宿的地方。我们是由民宿订房网订了2间民宿。这里看起来像是从化区，都是新住宅。是位于 Time City 中的大楼里的2间。Time City 是由越南最大企业 Vin 集团所开发的社区。由20几栋30层的住宅大楼所组成，社区中还有设立幼稚园、国小、国中，有银行、有医院、购物中心、电影院、公园、广场、办公大楼等。住宅1、2楼明显是商店，3楼以上则为纯住宅区。社区在2014年开始运作，至今总共10年了。跟河内当地比，明显是个中高级的社区。这个民宿的费用部分呢，像这间位于26楼3大房的房型，一天也才台币1500左右而已。家具设备看起来都不是廉价品。这餐厅吊灯，据说台湾要卖2万多块。另外，这间位于3楼的2大房，也才约一天1200元。虽然离老城区是有一段距离，但是环境相对舒适干净，附近生活机能也完善，甚至在大楼下有着广大的地下街，里面有超商、购物商店、餐厅。Time City 并没有在环建湖的旁边哦，距离大约5公里。所以如果要来往环建湖老城区的话呢，需要坐计程车，车资大约在80到120之间。虽然这区的生活机能良好，但是感受得到物价相对是比较高的。那我们有绕到社区的外围，想看看当地人的实际生活。肉夹馍。对。那也发现非商业区的小巷也有非常文青的街道。这趟越南的旅游其实处处是惊奇。如果你还没有到过越南，不妨下次计划一下。比较放松。那我所有这趟的越南旅游影片就到这边了。我的其他越南影片有美食篇、校园篇、交通篇。如果你还没有看过，可以到我的 YT 影片清单下点选。那也别忘了按赞跟订阅哦。